精神吧，打起精神。好，你呀，小丽，微笑，面带微笑。哎呀，这是，哎呦，来了。 好久不见，王主管。他就是老板，看起来很面善，不像那么挑剔的人呀。董事长他已经开始了吗？10年了，总算等到这一天了。能不能请就看今晚了，可一定要是他。喂，董事长。维安，替我去趟酒店后勤部。好的。连同山下的几家便利店，我都会找人把库存清理掉。让老王接电话。好。董事长要跟您说几句。好。喂，董事长您好。老王啊，房间我已经选好了，不过卫生不合格，东西我已经全扔了。还有，给我安排一个随行管家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，一切按照您的吩咐。董事长，那您现在是在哪个房间啊？1208。1208。会吧？董事长，我马上把人派过去啊。1208谁负责的？这个。快！你，老板呢，对你的清洁工作非常不满意。现在呢，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给董事长做一个随行管家，有问题吗？你到底是脑子有问题，还是脖子有问题啊？那原定那间房的客人，立刻升级为套房。那之前房间里的东西，董事长动手都清理掉了。哎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工作去！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我的信原来在这里啊！
啊你？水开这么大声，酒店你家开的呀？还真人家家开的。完了！我的心也被打到里面了。你哪个部门的？我是客房部的。老王还真是越来越会招人了。你不会就是我的随行管家吧？正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会什么？嗯，像你这样的小丫头，没有一技之长肯定是进不来的。我这可不养闲人。会画画，哼，会跑腿，会搬水，我力气可大了。这就对了，我这儿就缺粗人，特别是像你这样神经跟线条一样粗的人。我对你只有2个要求：一，需要你时随叫随到，不需要你时越远越好。能做到吗？应该能吧。说话不要多加语气词。你是小学生吗？能还是不能？是还是不是？能，是。你是在等我夸你吗？什么人啊这是？真想拜拜他女朋友，是菩萨吧？是不是网红啊？还是名侦科学校里的校花？你在看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不是，我在想，1个月前我们在江边第一次相遇的时候，你穿的也是这件衣服。都过去1个月了，你还记得啊？我那时候喝得醉醺醺的，差点掉到江里去，幸好你救了我。先生，先生，醒醒！刚才是你救的我吗？啊？你是谁？哦，我叫张冉瑜。做我女朋友吧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，深更半夜救一个素不相识的醉鬼？你就不怕被我一起带到水里去吗？举手之劳而已。再说了，已经过去了，重要的是现在，不是吗？现在真有了。当自己拍情侣海报呢，这就我一个人秀恩爱给谁看呢？真想赶紧拿东西走人。魏青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不管我们是怎么开始的，我们一直这样交往下去好吗？我有礼物送给你。你认识这条项链吗？你们公司新设计的产品吗？可是看上去很朴实，不像云马的风格。不好意思，我拿错了。我的东西还在不在他那儿啊？这条才是。
忘记刚才那条吧，这条才是送给你的，是云马的最新款。哇，好漂亮！我猜的没错，你果然适合这种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如果请问需要加红酒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您擦干净。我们出去走走吧。董事长，你们的酒杯都空了吧？需不需要我帮你们加？不用了，看不到我们已经吃完了吗？可明明还剩这么多。这女人是导航出问题了吗？怎么老在不适当的时候出现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董事长您慢走。待机时跟我保持10米以上的距离，我不是很喜欢你待在我周围的空气里。我想跟着你啊，要不是因为……魏青，本人居然比照片还要帅。先生，醒醒！先生，怎么了？很冷吗？山上风太大了，可能有点感冒了。那我们快点回去吧。终于出手了。不用了，这样就好了。人的体温是最暖和的，我早就想这样抱着你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，你开心就好。瞧瞧你的主动了，都快成男的时尚的挂件了。什么情况？真当我是廉价劳动力啊？我可是要收费的。怎么还不来？张小姐，您是不是不舒服呀？需不需要我送您回房间？我哪有不舒服了？那我先回去加件衣服，一会儿过去找你。你女朋友刚刚瞪我了。是吗？这个锅可背得真够冤的。哎，他该不会投诉我吧？他投诉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魏家的酒店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是不是您不舒服呀？要不要通知您助理？不用。那个，谢谢老板，但是不够。这个是数字3的意思，不是 OK 哦。君子一言。谢谢惠顾，欢迎下次光临。你看，我不要看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种方法不管用的。那你倒是告诉我一个管用的方法呀！我在你这儿已经治了10年了，一点好转都没有。我跟你讲过的，你这个是强迫性洁癖所引发的身体过敏，
我让你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过敏原测试，你打死都不肯去啊！医院？让我去医院那种全都是病菌的地方，你还不如直接把我打死呢。而且我现在过敏的症状越来越奇葩，现在几乎对什么东西都过敏，估计就算去了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来。好，你不愿意去医院，我可以理解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肯听我的，在我这儿接受催眠治疗呢？我们医生只能找到根源，才可以对症下药。讳疾忌医也就算了，偏偏就搞这种野路子。我问你，换成是你，这种现实你接受得了吗？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，永远不能碰别人，永远不能跟别人有接触，永远不能对别人产生感情。不说了，我晚上还要去，先走。你招的很有眼力劲儿吧？还是魏总眼尖呐，他们都是从您来的。你干嘛？滚！你跟我分手，就是为了在这花天酒地是吗？我还比不上他吗？你宁愿碰他也不碰我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回家照照镜子再说这个话。卫青，我算是看清你了，你就是个人渣。为什么身体一点拒绝的反应都没有？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醒醒！刚才是你救的我吗？啊？你是谁？哦，我叫张冉瑜。我大概明白了，所以这个姑娘不光光是救了你，最重要的是，你的身体对她不会引起什么不良反应，就算你们两个人近距离接触，你身上也不会长红疹，对吧？嗯。那如果说你的身体真的对它不会产生排斥现象的话，那你的病就有希望了。不过，你这次准备确认到什么程度？估计坦诚相见是免不了了吧？那我还是要劝你一句啊，凡事呢得给自己留一个后路，到时候万一不合适，你还可以全身而退。不然的话，骑虎难下，你被人堵在床上，谁来救你？放心吧，我当然会找好退路，我怎么可能会打没有准备的仗呢？果然不是你。又洗澡，趁他在洗澡，赶紧拿东西走人。衣服呢？我记得他穿回来了呀。难道？不行，我可不想撞见他洗澡。谁在外面？
看到你了。原来你有钻别人衣柜的癖好啊？还是你喜欢男装？我送你几件啊。不用不用，消毒水味太重，hold 不住。那个，你能不能当做没看到，让我自己出去啊？不能。那你就当我是在 cos 小叮当吧。你给我出来！看到了吧？喂，保安部吗？替我接陈经理。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凭什么相信一个贼啊？我不是贼。那你是什么？我迷路了，我实际路痴不行吗？现在小偷的理由都这么清新脱俗啊？那你不是来偷东西的，你是来偷窥的。谁偷窥了？我又不是没看到过男人，而且露个上半身有什么好看的？对不起，是我用眼睛玷污了董事长的玉体，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其实我是有东西落在您房间，所以……哦，对了，您身上是不是过敏了？需不需要我帮您找药？我听说人在昏倒之后会有短暂的失忆，你是自己撞墙还是我来动手？等！我这人属于的记性特别差，只要您别再刺激我，刚刚的画面会忘得一干二净，真的。我保证，只要我拿回我的东西，一定离你远远的。凭什么相信一个会撒谎的人？我没撒谎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任务结束了。我的东西。如果不想失业的话，就闭嘴，回到你的岗位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跟我离远点儿。听见了没有？我的东西。滚！还在你房间呢，怎么不听人说话呀？这人。10秒钟之内，如果你还在我的可见范围内，自己去人事部结款走人。What？ 什么？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喂，你找谁？是我。宁成哥，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。抱歉啊，诗诗，我的手机之前没电了，加上遇到一些小状况，怕你担心就没有回你。不过现在一切都解决了，我们一切按原定计划进行。我看这里天空可见度不错，晚上啊应该用肉眼就可以观测到。我们晚上一块儿去吧。去哪儿？和我一块儿看流星雨啊。我等你。好，那待会儿见。他说要见面，难道是察觉到了，所以故意给我表白的机会？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信要怎么给他呢？等等，信还在那个人手里，怎么样才可以拿回来呢？你有东西落在我们房间啊？贵重物品吗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，就是一封信和一个戒指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信？哦，我都忘了今天是七夕了，但是没有想到他的粉丝这么复古啊，还写信告白啊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是他的粉丝。虽然那封信确实是表白信，但不是写给魏先生的。魏先生这么优秀，我想都不敢想。只有您和他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我非常看好两位的发展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帮你拿回东西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什么忙？避孕套！你让我买这个，酒店没有吗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么大一个酒店什么都不缺，就缺计生用品。我打电话问主管了，他说正在补货。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再求你的。你也知道我跟魏青的关系，今天也是七夕，
他这个人很小心，如果没有那个的话，他是不会。我懂，那只好委屈你跑一趟了。对了，以防万一，你多买一点吧，钱不是问题。这么多啊，张小姐，其实买几何计生用品用不了这么多钱的。还有，其实你可以让魏先生给你买呀，你们俩不是情侣吗？那怎么可以啊？我可不想让他看清我，我跟他的关系很微妙，成不成就看今晚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少了你的好处的。那倒不用，只是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万一被人发现我擅离职守……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你证明的。快去吧，天都要黑了。嗯。还真去买，缺心眼儿吗？喂，董事长，您有什么吩咐？现在做我随行管家的那个女孩，听说是你招进来的，什么来历？也没什么来历。这一美大学生大堂过来实习，也不要什么工资，只是说一定要待到8月28号，就是今天。开了的。啊？行踪可疑。我怀疑他不是图谋不轨，就是狗仔队。我不想在酒店里再看到他。大小姐就是大小姐，给这么多钱都够囤一辈子货了。但那个魏青也奇怪，他到了饭点撂筷子，看起来不像那么有节操的人啊。小姐，请问找些什么？就是那个，平时会放在付款处，工人随手凑单用的，一小盒一小盒的。哦，口香糖吗？哦，有点接近了。虽然都是橡胶制品，准确来说是一种男性用品，可大可小。平时会放在那儿的。哦，那个呀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。今天下午有个人打电话，把店里的相关商品都买走了。啊？谁啊？据我所知，方圆10里所有的相关商品都没有了。啊！别人过七夕，我也过七夕，到底是谁在跟我作对？害我这么倒霉。不过，我倒有些库存。真的？对。我要。那我去给你拿。谢谢。好。喂，董事长。你在哪儿啊？山脚下的超市。挺远的吧？骑车过去也要半个小时呢。是还挺远的。所以你不用回来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你离那么远还可以给我搞事？我做什么了呀？还不是你女朋友她……我有拜托你吗？知不知道你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？可是你女朋友她说……她已经不是我的女朋友了。啊？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呀？你不需要知道，东西我会让人给你打包好，送到你学校里去的。钱2个工作日内也会给你结掉，外加1个月的违约金。那个，你能再说一遍吗？我这儿信号不太好，我怕我听错了。没错，你被炒了。美女，这个东西打包好了，你还要吗？哇！你要走吗？公司刚刚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有点急事，要赶紧回去处理一下。让助理去吗？你不是答应和我一起过七夕的吗？
套房会一直留着，你想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。你想找朋友过来开 party 也 OK， 车我会安排。那我们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没有下次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把我接过来，事到如今你放我鸽子吗？我不是放你鸽子，我是跟你分手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其实也不算是交往。你这么矜持也是对的。我没有办法跟你更进一步。为什么？我们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你邀请我来度假，然后送我礼物，我们接下来不是应该……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你没做错什么，是我认错人了。那天在江边救我的人应该不是你吧？这个我可以解释的。我不是故意冒充的，那天在江边，可能我没有解释清楚。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交往啊，我只是晚来了一步。如果那天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也一样会救你的。你干嘛一直纠结这个嘛？卫青，卫青，卫青，我对你的心路历程不感兴趣。找了这么长时间，找错了人，我心里也不爽。趁我没有说出更难听的话之前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你这么欺负人，你就不怕报应啊？报应？你又不是第一个被我甩的人了，就算有报应，你也得先排队。卫青在哪儿？哎，你回来干什么？老板不都跟你讲清楚了吗？卫青在哪儿？还有他女朋友，在房间是吧？我去找他。哎，我看你一脸杀气腾腾的样子，你找他们要干什么？你问我干嘛？哎，你看看我，辛辛苦苦买了这么多这玩意儿，他摔了我一身泥，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我要把这些东西通通扔他脸上，让他知道本小姐辛辛苦苦干了1个月，不是为了方便他俩来度假的。他吵我还就不干了呢。老板了不起吗？就可以拿我东西不还，就可以和他女朋友把我耍得团团转。我知道你是大力士，我还专门请俩专业的呢。姑娘，别闹气了啊！你呀，斗不过我们老板的，回去吧啊！等着吧，就算在这儿堵到天亮，这口气我要顺过来。卫青，卫青，我知道瞒着你是我不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可以吗？我不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你就当我是玩腻了。渣男我已经不是当了1次2次了，不差这一回。卫青，卫青。完了，一不小心堵上车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要是被发现，偷窥狂的锅就彻底坐定了。我要怎么才能简单粗暴的让他相信？买计生用品也好，上他车也好，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拿回东西。哎，手机没电了。奇怪，这丫头竟然不接我电话。喂，我说
你在我车上干嘛？你以为我想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跑到我车上到底想干嘛？我就是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你有什么东西在我这儿？脑子吗？我说的是真的，就在你身上，非让我找找。哎，滚！我不是想摸你，你别想歪。下车。别呀！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就当我蹭个顺风车，等到了地方你把东西给我就行。这是荒郊野岭的，我还真不敢下去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做好了。那个，咱们这是要开去哪儿啊？公安局啊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带着跟踪狂去见警察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警察！晚了，刚才让你先下你不下，现在没机会了。喂，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要这样整我？难道是因为我之前进了你的房间，不小心看到你身上起红疹的样子？闭嘴！停车！我要下车！停车！停车！停手！你的车！我的车！站住！别想跑！你别过来！快扶我起来！快扶我起来！你没事吧？你身上好脏，我帮你擦擦。你身上太臭了。喂，搞得跟你不臭一样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洁癖，这就尴尬了。你在找什么呀？手机，估计是找不着了。你瞪我干嘛呀？我不是也掉进来了吗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你追我，我也不会掉进来。所以，咱俩扯平了。你可以先报警啊。可是我手机没电了。你还真是把没用这个词发挥到了极致啊！喂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就只有你和我2个人，就不能先摒除旧怨，握手言和吗？那你想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你今天做的错事我一律既往不咎。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我身上没有你要的东西。你要是想占我便宜的话，你就跟我直说好吗？谁占你便宜啊？你不要太瞧得起自己好不好？行啊，我就要你身上这件衣服，你脱下来给我呀。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？我跟你讲啊，识相就离我远点。如果你要是再跟着我的话，我没有办法保证你作为一个女生的名誉跟尊严。人可以走，东西留下。你疯了！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你省省吧。我高中的时候可是练过举重和摔跤的，虽然现在瘦下来了，但是对于你这样的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你干嘛？虽然我现在说话很奇怪，但是你一个小女孩，难道要对我一个大男人在这荒郊野岭的来硬的不成？里面的东西呢？送人了。什么？不过人家又退回来了。然后呢？你到底要那个干嘛呀？又不值钱。什么不值钱？那个对于我来说价值不菲，好不好？你到底放哪儿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说了不在我身上，有本事你就搜，搜出来算你赢。行啊，如果我搜不出来，我现在怎么对你大个10倍还回来？你来真的呀？什么？周氏被辞退了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大概几个小时之前吧。哎，你就是李明成啊？对。哎，这个是你的房间，特别的优惠，是周氏帮你争取来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明成，打个电话给周氏吧，问问怎么回事啊！啊，快打一个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还关机了呢？关机了。哇，这也太给力了吧！哇，这套房，这家境，哎，明成，凭什么我们3个就是住的普通标间，这一到你这儿，整个一豪华5星级大套房啊？
太偏心了。哼，何止偏心呢？这心啊，都跳出胸腔，脱离地球轨道了，还能说什么？真爱呀！哎，明成，这套房我们3个就替你住了啊！哎，瞧瞧这视野，简直绝佳的观星点啊！这丫头怎么回事啊？还是关机？你说打工就打工吧，和酒店老板纠缠什么呀？喂。 对不起，真是够了！哎，放手！你好歹听我道歉啊！我给你5秒，把你的爪子从我手臂上拿开，不然的话我给你剁了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保持距离1米，记着呢。 现在倒是安分了，刚刚在田里的气势呢，把我弄成这副鬼样子，认怂倒是挺快的呀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的话，这世界上就不会有GUCCI、阿玛尼、范思哲、华伦天奴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刚刚不小心撕碎的？不小心？你那能叫不小心吗？你那样叫不小心的话，那我现在给你1巴掌，是不是可以算是按摩呀？呵，还真不躲呀。一言既出。 当牛做马，绝不后悔。想给我做牛做马的人多了去了，要你干什么？哪天你心情不好，想给我搜身了，再到地上给我来顿地咚啊！不会了，刚刚搜的那么仔细，我就算再不识好歹，也该认清现实。东西不在你身上，那应该是丢了。我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你刚才把我按到泥地搜我之前，到底是哪来的自信啊？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一个堂堂老板会偷你一个小员工的东西？何况还是不值钱的信。您说的没错，就只是一封。怎么样？有找到吗？没有啊。怎么办？现在天都这么黑了，咱们总不能一直这么找下去吧？哎，那你们先回去吧。有消息第一时间和我联络啊。下这么大的雨，我更不能一个人把它。有人吗？哎，诗诗，张冉瑜，冉学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这么说，明晨早上看到的真的是你？你是跟你男朋友一起来的？我自己心情不好，出来透透气。没想到不小心滑倒了。现在雨下的这么大，酒店也回不去了。同学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物理系的？对，我叫李明成。 之前在学生会和你见过几次。这3位呢，都是我们光华大学天文社的同学，都是同校的。你现在还能走吗？喂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们的偶像受伤了，还不赶紧扶啊？哦，来，我来，哎，学姐，慢点。那你们先把他送回酒店，我再去找周氏啊。周氏？周氏。 他的小学妹之前也在酒店打工的。啊，你不跟我们一块回去吗？现在雨这么大，外面很危险的。明成，我们先送学姐回去吧。对啊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对啊，周氏可能已经到酒店了。行，那我们就先把你送回去吧。嗯，走。
哎，师姐，慢点，小心台阶，小心，小心。喂，你都甩到我身上了！哦，抱歉。大半夜的，你就不能控制下你自己吗？可是头发湿湿的很难受啊，你不擦一下吗？会感冒的。不用，反正也不会比现在更狼狈。啊去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果然跟你在一起，倒霉的事情就没有下限。对不起您，我真的觉得特别对不起您。你要是真的觉得对不起我，那就说点你不开心的事情，让我开心一下呗。你这个人可真够扭曲的。行，不说也行。那你说说看，今天你一直追着我要的信，里边到底写了些什么？就普通的信啊。普通的信，写给男生的吧？情书？不是，欠条。对，欠条。欠条拿粉红色的信封装啊？你怎么知道是粉红色的？你看到那封信？今天打扫客房的时候看到了那封信，然后随手扔了。你真给扔了？真的呀，这会儿估计已经进了焚化炉，跟其他的垃圾一起烧成灰了吧？你知不知道我鼓起多大的勇气才写的那封信，还有里面的东西，这下全没了。我怎么知道那是你的情书啊？再说了，你干嘛放在我的房？等等，你不会是写给我的吧？你想得美！谁让你突然住到我的房间，把我的告白计划全打乱了，害得我现在还被困在这里。雨下这么大，雨呢？什么时候停的？果然下过雨的天空，星星全都跑出来啦。天气预报果然没错。知道吗？我本来今天晚上要跟他在这儿看英仙座流星雨的，然后趁机跟他告白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居然会跟你……我还没想到呢。我本来今天应该喝着酒，泡着温泉，怎么样也不可能一身泥巴陪着你这么一个小丫头在这儿等公交车。再说了，告白有那么难吗？我估计你喜欢的男生应该也在上学吧？对付这种年纪的男生，浪漫什么的不过是你们女生想象出来的幻想罢了。就像礼物的包装纸一样，毫无用处，还不如直接一点。 Stop！ 别把他说的跟你这种老油条混为一谈，他才不像你这么猥琐。我猥琐，也不知道今天是谁把我扑倒在田地里。上下其手的时候，我看你动作倒是挺娴熟的嘛。别再说了。
呀啊！外面天黑路滑，你要是想这个点走，没人拦着你，随便啊。没有没有，谢谢主管。甭谢我，甭谢我，甭谢我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董事长这人吧啊，外表看上去很强硬，但是人呐，其实特别好。这不，刚才这助理打电话说要免除白天对你的惩罚，你呀又可以留在这儿继续打工了。可拉倒吧，他这样顶多正负相抵。再说我过了今晚就要回学校了。对了，我同学他们到了吗？诗诗，明成哥，你去哪儿弄的这身泥啊？啊，电话也不接，我差点就要下山报警了。你还笑得出来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个说来话长。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啊？啊，对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是我妹妹周氏，诗诗啊，她是呢。我是明成在光华大学的同学张冉瑜。怎么每个人见到我都是这个反应？我有那么红吗？她从小呢就有那么一点呆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快跟我上去！明成哥，装可怜也没用，等下非好好审你不可。没受伤吧？不可能啊！这种程度的接触，不可能没事的。来，考考你啊，英仙座流星雨别称是什么？哪个？我知道，那个仙女座。仙女座？不对，你说。我说啊，好像是加什么流星雨吧？不对吗？那你说是什么？英仙座伽马流星雨。果然是学霸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社长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啊？吃这个。诗诗，让我看看。你放着就好了。待会儿酒店人员会过来收的。我就是酒店人员啊，在这打工1个月了，习惯了，顺手的事儿。我正想说这个呢，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给我们订这个房间的？还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打工？谁为了你们呀？我是为了钱，这儿打工费可高了，帮你们订房间不过是成人之美。你小时候帮过我这么多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我帮你很多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哎，对了，你之前不是说有话给我说吗？什么话？第2波流星要来了，走走走，他们等你调仪器呢。一起来啊！快点快点！哎，明成，你正好来了，你看看这个仪器，你看怎么调啊？来了吗？这边行啊，不要干嘛去？你别乱碰，这边好了。明成哥，你好厉害啊！就等第2波流星雨来了。你要找的东西，谢谢。那我先去忙了。
玛莎拉蒂呀，应该是哪家的公子哥吧？可别像上次那辆，有钱是有钱，撞到石头立马完蛋。再来一瓶，要冰的。喝那么冰的，小心以后不来大姨妈。菲菲，怎么样，想我吗？想死你了！哇，才2个月不见，你又变了，莫非是你？开学都2个星期了，你不回学校上课，去哪儿厮混了你？临时接到一个美工的活，正好教学楼装修，不用上课。我真服了你了，没见过美术系读成你这样的。你看看你们系的同学，喝下午茶，吃饭，逛街，再看看马云爸爸。你倒好，学到一半去打工，真把自己往劳动廉价力方向发展了。人家出门能靠父母，我只能靠自己养活，哪能跟他们比呀？人家也有不靠父母的好吗？你呀，长那么好看，怎么就不会利用起来，让自己过得轻松点呢？看到那个男的没有？穿黑夹克的那个，骚气蓬勃的。谁啊？我男朋友。相信我，他除了有钱，别的一无是处。再见。你就当给自己也找个欧巴。真的，没有比有钱的欧巴更可爱的了。你还是自己囤着吧，我招架不住。哎，别！我男朋友高阳。还真是高阳。美女啊，以前怎么没见过？美术系系花，我姐们都是，漂亮吧？你别听他的，我可不是系花。看出来了，脸长得还行，不过这衣服嘛，实在是穿的 low 了点。啊，你别在意啊，我的意思是人靠衣装马靠鞍，你嘛打扮，你还是能看的。下次让我们菲菲带你去逛几个名牌店就是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先回宿舍了。拜拜。大哥，我说你能高冷点吗？同时用这么大功率电器，你们不怕出事啊？大学3年都这么过来了，现在哪个寝室不藏着1、2个烧水棒的呀？就是，有本事你别用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占了你的灶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东西你就先放那吧，我们一会儿会给你收拾的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那你别那么办。你不在这2个星期，都是我们帮你打的掩护。苏文老师每次查房，我们就说你去男朋友那儿。哦，你有男朋友的吧？别到时候圆不了谎，要我们背锅哦。老班这些天有没有布置什么作业？老班催着要暑假写生的作业，下见瞧瞧。哟，我看你画好没？你给我看看。哇，哎呀，这就不懂事儿了吧？怎么了？人家还给我，是期末拿高分，好拿奖学金的。听说你现在画材钱都买不起了，买的纸都是最便宜的，一碰到水就都烂掉的那种。哎呀，奖学金泡汤了，这是可惜了画呀。对了，趁你还在，我们把前2个月的水电费结一下吧。对对对，1/4。平摊。1/4，你们开什么玩笑？什么？小白，你别过分了！小白，说什么？你干嘛呀你？哎呀！够了你！对不起，我忘了垃圾不应该丢地上，应该丢阳台。
不是吧？你真打算放过那些妖精啊？难不成要动手吗？我怕我一个不小心打爆人家身上的假体就不好了。也是，从小到大你也就嘴上吃亏，论动手你真没输给谁。唉，这人生一到你这儿，怎么就开启了艰苦模式呢？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啊？唉，去问问我之前打工那家超市，看他们还缺不缺人看店吧。看什么店啊？眼前这么大个活人你不求，去找什么陌生人？我真服了你了。你不是跟人合租吗？我去住他家。没事儿，我那个储藏室，你收拾收拾，一个人应该能住得下。再说了，那肯定比外面便宜得多呀。只是我那个室友有点怪咖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他搞定。哦，算了，先死马当活马医，先试试吧。嗯。